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我们都听说过人老珠黄，但真正体验到时，那种滋味可并不好受。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开始下降，健忘得连刚才的事情都模糊不清？或者是一天工作下来，感觉身心疲惫，仿佛全身的力气被抽空。你是否曾在镜子前发现自己的头发日渐稀疏，或者被便秘的问题困扰，使日常生活充满了不便？衰老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更可能带来心理压力，让我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恐惧。那么我们是否就得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呢？以下几个生活习惯是导致你衰老的元凶，为了抗老，快学习起来。1. 心脏的老化剂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也被称为反式脂肪酸，可分为2类，一种是天然反式脂肪，第二种是人造反式脂肪。天然反式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蛋白中，这类天然的反式脂肪对人体没有害处，还能减少脂肪囤积，这种无需在意。人造反式脂肪主要来源于氢化植物油，在烹饪的过程中会产生。研究调查发现，每增加每日膳食总热量中 2% 的反式脂肪，冠心病发生风险就会增加 25%。另外，经常摄入大量反式脂肪，还会增加患糖尿病、胆结石等疾病的风险。我们日常饮食中摄入反式脂肪的主要来源包括牛、羊、乳质、乳制品、人造奶油、起酥油制成的冰淇淋、夹心蛋糕以及高温油炸的薯条等食物。所以合理的饮食规划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。肝脏老化剂酒精，加速肝脏老化的2种常见物质是酒精。首先，酒精伤肝，虽然喝酒可能让人一时爽快，但肝脏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2022年，家住浙江永康57岁的蒋大伯是个十足的生意人。从20多岁开始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参加应酬，每次至少喝1斤白酒。长期的饮酒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损伤，可为了赚钱养家，蒋大伯也是别无他法。几年前，蒋大伯发现自己的小便颜色明显发黄，起初蒋大伯只以为自己最近有点上火，所以也没有太在意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小便变得越来越黄，甚至几乎和酱油的颜色一样。此时蒋大伯才感到后怕，急忙前去医院检查。经过细致检查后发现，蒋大伯患有严重的酒精性肝硬化。由于当地医疗治疗效果不佳，他听说杭州有好的医院后前来就诊。吴小英主治医生接诊后为他提供了相应的治疗。出院时，吴医师再三叮嘱蒋大伯要严格戒酒，并定期进行复查。起初蒋大伯还能牢记医生的嘱咐，大约每半年就去医院复查一次，情况也相对稳定。蒋大伯觉得自己身体恢复良好，再加上工作的需要，他又开始喝酒了，结果没多久就进了医院，原因还是因为喝酒。经过治疗之后，黄疸指数刚达到正常，蒋大伯就闹着要出院。不出所料，不久之后又进了医院，但这个时候蒋大伯已经是慢性肝衰竭了，只有肝脏移植这一条路可走。主治医师对他的情况感到遗憾，如果他好好配合治疗，肝衰竭的发展不会这么快，甚至还有逆转的机会。所以如果你长期饮酒，感到身体不适之后，一定要去医院检查，提早防范，听医生的话，尽量不喝酒，注意健康饮食。除了饮食方面的调整，
我们还应该避免酗酒和滥用药物，这些都是导致肝脏老化的重要因素。定期进行肝功能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以及时发现和处理任何潜在的问题。保护肝脏健康是我们追求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环，让我们时刻关注肝脏健康，通过合理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让肝脏保持年轻健康。肺脏老化剂烟，所谓的烟在这里包括香烟和油烟两种，烟草中含有数百种有害物质，会降低肺功能，破坏肺组织。已经确定的致癌物质多达69种，这种致癌物质会大大增加我们患上肺癌、咽癌等疾病的风险。据数据显示，长期接触有烟和二手烟的人群，患肺癌的概率比正常人高2到3倍。在河南发生这样一个故事，也许能让我们切身感觉到吸烟和二手烟是多么可怕，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2022年5月，刘女士身体不适去医院做检查，结果却让她的世界观崩塌。她被确诊为肺癌，她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我又不抽烟，工作环境也十分干净卫生，怎么可能得肺癌呢？不信邪的刘女士又辗转了几个医院，但是结果全不一样。医生告诉她，她的病多半跟家里人抽烟有关系，因为二手烟对肺部的伤害也十分大。经过医生的提点，刘女士这才想起她去世的老公。她的老公长期吸烟，一天甚至可以抽2到3包烟，3年前就被肺癌带走了。那时候她痛心疾首，所有家庭重担都落在自己身上，还有负担2个还在上学的孩子。而如今她也走上了老公的路，她在医院门口大哭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个时间也警示了我们，吸烟不仅对吸烟者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，还会涉及身边最亲密的人，给他们带来痛苦。所以爱他就请为他戒烟。当然也应该表扬那些不吸烟的人，他们天然多了一层对亲密的保护。为老化剂、高盐，食盐摄入过多会直接对胃黏膜造成伤害，削弱其保护功能，为各种胃病埋下隐患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应当注意控制食盐的摄入量。此外，我们还应该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，注重饮食的多样性与均衡性，以及采取适量的运动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。皮肤老化剂、紫外线，对皮肤衰老的影响最大的就是紫外线，特别是长波紫外线。它能够深入穿透皮肤，影响皮肤下的胶原纤维、细胞活性，导致胶原产生不足，进而引发皮肤松弛、褶皱和粗糙等问题。此外，紫外线还会刺激黑色素合成，使皮肤变黑。除了注意防晒之外，我们还应该注重日常饮食中的护肤营养素摄入，含维生素 A 源和胡萝卜素的食物，对皮肤健康有益。这些营养素可以增加皮肤的抵抗力，改善皮肤状态，有助于减少斑点的产生。眼睛老化剂、蓝光，现今电子产品已经无处不在，各个年龄段人群基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。然而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容易导致眼睛疲劳，其中蓝光尤为令人担忧。它能够直接穿透角膜晶状体，到达黄斑区，加速氧化反应，久而久之，眼部损伤将会变得更加明显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还应保持适度的用眼时间，注意适时休息，远离过多的电子产品使用，并确保室内光线适中。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延缓衰老的步伐，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身心状态。通过揭示人体衰老的凶手和延缓衰老的秘诀，我们希望唤起对个人健康的重视和关注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
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